你想象一下哦，一家30多年前还在做那种超级传统的油墨盖印机的工厂，现在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全球 AI 先进封装大厂背后最关键的设备军火商。说真的，泰森这家公司根本就是半导体设备界的变形金刚，而且这股变形带来的爆发力，已经直接灌进了他们最新的营收数据里。140.2%，没错，你没听错，这就是泰生在今年5月份交出的营收年增率成绩单，单月营收直接翻倍跳。但是，如果我们切换到财务分析师冷静的视角，翻开他们最新的2026年第一季财报，你会发现这家公司的 EPS 竟然还是负的0.22元，营收数字疯狂暴涨，但实质获利却还没跟上。这到底是一场虚幻的泡沫，还是由亏转盈前最关键的黄金转折点？这就是我们今年这份深度解析要带你彻底拆解的核心。好，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来看一看这家公司的演进与4月版图。回顾一下时间线，1994年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做的真的是很传统的油墨盖印机。谁能想到2016年他们一脚跨入了超高门槛的晶圆级设备领域，一路练兵，到了2026年的今天，直接迎来了 AI 先进封装市场的全面大爆发。我们让实际的数据来说话，看看2025年的营收拆解，自动化机械高达14.24亿元，绝对是拉动成长的超级主力。相比之下，包装材料贡献3.4亿，而软板部门唐威科技大概只有0.44亿。这意味着什么？这代表泰森已经彻底蜕变成纯度极高的先进自动化设备商，而且他们还是台湾唯一同时具备高低频 RF 与微波电浆技术的设备厂。接着我们进入第二部分，来看看驱动这家公司的4大成长动能，以及他们次世代的技术布局。说到技术护城河，你知道现在业界最夯的玻璃基板，也就是 TGV 加工，到底有多难搞吗？传统的雷射打孔设备，速度大概是每秒50孔，面对一片拥有400万个孔的高密度玻璃基板，你要打上整整3到4天。但是泰森的 TGV 雷射改制技术，速度直接狂飙到每秒8000孔，这等于把漫长的4天极度压缩到30分钟以内。这个超扯的量产速度，正是美系 IDM 大厂与日系载板大厂愿意买单，让玻璃基板具备真正量产可行性的绝对壁垒。除了雷射，他们还有一个超强的秘密武器，叫做微波电浆去胶闸。听起来很绕口，对吧？其实你把它想象成在几微小的奈米世界里做一场无压力的深层清洁，它能把 ABF 磨成雷射挖孔后的残留胶闸清得一干二净，并完美扩孔，确保后续金属化导通零死角。更关键的是，这项电浆技术完全移除了传统机械刀轮切割带来的应力伤害，能完美保护极薄的材料，并大幅提升良率。说白了，这套设备甚至已经成功卖给了全球最大的日系 MLCC 厂。但身为工程师，我们都知道技术再怎么神，最终还是得能交期变现，对吧？我们快速扫一下这4大核心目前的进度。面板级封装 FOPLP 已经交付了3条700×700毫米的产线，供应低轨卫星与 Power IC， 下半年还会开出第4条。大家最关注的 TGV， 目前跟日系大厂的验证已经进入末段，年底可望看见实质下单。另外 CPU 共同封装光学预计8月验证，第3季建立测试平台，直接锁定次世代的 1.6T 与 3.2T 需求，甚至针对 Intel 14A 与 18A 则扩散分布的本图化软体模型与应力分析设备，也都已经顺利通过验证了。来到第3部分，我们要来聊聊市场上最热议的材料加工对决设备军火商。很多人喜欢拿正达跟泰森来比较，但说真的，他们根本不是直接对立的关系，反而是一种错位互补。正达比较像是前线的代工专卖店，他们绑定国际玻璃巨头康宁，利用化学蚀刻与热压技术卖加工完成的成品。这招卡位美系晶片巨头速度极快，但风险就在于高度依赖单一客户，财务体质也还有待观察。反观泰森，它是纯粹的设备军火商，它不卖玻璃，它卖的是整条产线的 turnkey 机台。不管未来是正达赢还是全球载板厂自建厂线赢，想盖工厂就得买设备，甚至正达未来扩产，泰森都极有可能成为它的设备供应商。军火商吃的永远是产业扩张的长期红利。那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宽，横向体检一下 FOPLP 产业链的4大台厂呢？泰森拥有 TGV 领先3到5年的核心壁垒，具备最强的从0到1爆发力。新科呢，背靠中钢资源，2026年实现全制程自制载板与靶材，靠耗材驱动，防御力最稳。穆德则有富爸爸日月光集团战略入股作为出海口，专攻高阶检测，胜率极高。最后是德律，全球 SMT 检测龙头，导入 AI 深度学习，毛利率稳定维持 55% 以上，已经赚超过1个股本，基本面最扎实。每家公司的属性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对这一波先进封装的含金量有了一个更具体的轮廓了呢？在我们继续拆解台湾设备国家队是怎么联手围殴海外巨头，以及进入最赤裸的财报大对变之前，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每次搞懂一家公司在干嘛的深度专题。
欢迎回来，进入第4部分，来看看 eCore 大联盟是如何在全球强敌中突围的。面对国际竞争，泰森没有单打独斗，他们发起了 Ecosystem 台湾大联盟。这个联盟运作起来，老实说，就像是一个精密分工的交响乐团。泰森负责最前端的雷射改质钻孔和电浆去胶渣，定下主旋律。接着交棒给星云处理湿蚀刻与电镀填孔，再由群仪负责真空压模与大面积防翘曲的烘烤，最后由天虹压轴处理 PVD 种子层金属镀膜。这4家公司透过线性参数的共享机制，直接端出一整套 Total Solution 来对接国际客户，这绝对是打破海外垄断最聪明的战略。当然啦，要把视野放到全球，我们就必须交叉分析一下国际巨头。德国的 LPKF 是 LIDE 的专利鼻祖，他们的机台就像顶级的手术刀，但问题是造价太贵，且交期太长，比不上泰森量产的高性价比。韩国雷射龙头 EO Technics 则是深度绑定三星与海力士，这反而让台美等非韩系客户因为保密与地缘政治考量，更倾向扶植台湾本土的泰森。至于台湾同业雷科，虽然在 CoWoS 检测有进展，但在 TGV Tier 1客户的实质下单进度上，目前确实还落后泰森大约半个到1个马身。第5部分来看看他们为了迎接2027年爆发潮所做的全球产能扩张。他们的全球战略非常清晰，你看，位于中国南通的营运中心负责成熟与低价位的设备，目前营运已经正式转营。他们非常聪明地将这边赚来的资源投入到预计今年第3季启用的桥头科学园区新厂。这个新厂规模是总公司的 1.8 倍，配置了1000级无尘室、全新攻坚高单价的 TGV 玻璃基板与高阶检测设备，加上美北子公司去承包台湾伙伴的售后服务来增加收入，这就是极度典型的以中阶产能反哺高阶研发的全球分工纵效。最后来到我们的第6部分，也是今天最残酷、最赤裸的财报大对变与风险评估。这真的是整家公司最让人矛盾的地方了。你从预期展望来看，营收确实逐年递增，2024年16.44亿，2025年18.09亿，2026上半年达10.09亿，年增46.4%。5月单月更是暴冲140.2%，但是2024跟2025全年 EPS 都是负的。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 EPS 依然是负的 0.22 元，钱到底烧去哪了？我们冷静看一下第一季末的资产负债表，手握现金 6.4 亿，流动比率高达 3.4 倍，营业活动净现金流入是正的 2.21 亿，存货上升到 8.55 亿，这证明公司在主动备货，也就是说公司现金流极度充沛，短期内根本毫无倒闭风险。那你可能会问，既然现金满满，订单也塞爆， TGV 量产时程甚至还提前达标，那为什么账面上还在亏钱？核心原因只有4个字：折旧与时间差。光是桥头新厂第一季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就高达 1.49 亿元，这种激进的资本支出带来了极度庞大的短期折旧压力。同时，设备厂的特性是营收必须等机台正式安装验收之后才能认列，庞大的建厂费用已经先行认列了，但设备营收却还塞在交机能验收的路上，这才导致了账面上获利转正的严重递延。不过，身为一个理性的投资人，有3大潜在风险是你绝对必须睁大眼睛看的。第一，客户集中度偏高，前10大客户占了应收账款 46% 到 59%， 万一客户的扩厂时程延迟，将直接重击应收。第二，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桥头厂上线后那庞大的短期折旧与固定成本摊体压力。第三，全球扩张的地缘政治成本，例如南通厂每个月就会稳稳增加大约200万台币的固定费用损失，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压力测试。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看着这家公司满手领先业界3到5年的顶尖技术，却又必须扛着沉重的新厂折旧与短线财报压力，这到底是一场难以跨越的致命财务危机，还是半导体设备商经历跨世代大转型时必然要经历的剧烈阵痛期？真正的投资机会或许就藏在这种财务数据与技术壁垒的错位拉扯之中。至于答案是什么，就留给你来持续追踪与判断了。这就是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见。